那我们先来看一组视频，这组视频的特点是什么呢？大家可能都能看得出来，这个人物的动作呢非常的流畅。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进行了背景的切换，大家看一下这种融合的程度呢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原因啊，为什么说这个人物的动作非常流畅呢？因为人物呢完全来自于原视频，所以说呢它是拍出来的，不是生成出来的，那所以它的动作呢就变得非常的流畅。那第二个就是背景切换的时候，整体的融合度为什么会这么高呢？这个呢才是我们这个视频主要给大家解释的这个问题。这里边呢我们用到了一些新的技术主要呢就是 Flux Context 和我们的 VACE。 好，那这个到底怎么去做呢？下边呢我们就给大家揭晓一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生成的部分。那我将整体的工作流呢构建到了 Running Hub 上面，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整体的工作流的架构呢其实就是 VACE。 那下边呢我们就对这个工作流做一个基本的解析看一下它和我们传统的这个工作流到底有什么不同。那首先呢我们这儿有一幅图这幅图呢其实是我换了背景的。那这个换背景呢我们是用什么来换的呢？就是用我们的 Flux Context。 那怎么去做呢？我们下边来看一下。那这个工作流呢我构建到了本地，在这儿呢我换了4个背景，分别针对不同的季节。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那这个呢是一个春天的背景，它的做法也非常的简单。我们首先呢是加载了一个下载的原视频，然后呢我取到它的第一帧，完了之后呢我采用一个标准的 Flux Context 的语法就是将这个背景呢变成春天的樱花树林。另外呢有一个石台是吧，我们要保证什么不变呢？就是保证这个人物的姿势穿着和他的表情呢是不变的。大家注意在这种处理之后呢，其实人物是有一定变化的。这个我曾经也给大家说过我们只能大概保持80%的这个相似度，这属于模型本身的原因建议大家不要去强求就是我一定要生成一个完全一致性的人物，这个是比较难的。这是春天的一个场景。那同样我这儿有一个夏天的是在山顶上，然后有一个秋天的是在枫树林里边，然后有一个冬天的是在梅花树林里边。这是4张图片。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视频的生成。那这张图片呢其实是夏天的那个场景。那我现在其实做的第一个事情呢是把背景给它去掉了。完了之后呢我把遮罩给它反转了一下然后将遮罩的部分和我们的原图做了一个融合。这个出来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跑一下大家看一下，其实呢我是将这个人物给它涂白了。那我们在讲 VACE 的时候给大家说过在参考图里边的白色代表着什么？未知区域，也就代表着我们在参考的时候呢可以自行去想象你可以把这块区域呢给它补充上。这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写法呢是不太一样的。之前我们更多的是换人物是把背景的部分给它涂成白的，保留人物，而我们现在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把人物涂白了。所以说大家注意这个思路稍微有些不同。第二个呢其实呢是将这个参考视频做一个处理。这儿呢我是81帧，我们先把它进行 resize， 然后同样我去除背景，然后做反转，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mask。 那同样由于我这个填充的背景颜色是灰的，我们会得到一个背景是灰的，然后人物呢是保留下来的这样一个图片。下边呢我们将这个也跑一下。那我现在把这2个放开。大家注意在 Running Hub 上所有需要写入的节点呢往往执行起来都稍微的慢一点，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节点和这个节点可能执行的时间会稍长一些，我们稍等一下。好，现在呢这个地方就执行完了。大家会发现就是说这个跟我们传统的 VACE 也是反着的。VACE 往往是要替换人物所以说呢人物是灰的，而背景呢一般是不做处理的。但是我们这个就反过来了，那背景是灰的，人物没有做处理，遮罩也是反的，背景是白的，人物是黑的，是吧？然后进入我 VACE 的这个环节。大家注意在这儿的话呢我用了块交换的技术，因为我现在是81帧，所以说如果我不用的话就有可能报显存。另外为了它的这个采样速度呢，我这儿使用了一个加速技术。这个加速技术的 LoRa 的选择可以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用 COS-VID， 第二种呢就是 ACC-VID， 哪个都可以，我这儿用的是 ACC-VID。
然后呢 VACE 嘛，所以说是一个主模型，而且你要注意这个主模型一定是 T2V 的。另外就是需要外加上这个 VACE 的模型，然后整体的来实现 VACE 的功能。编码器，然后我们的 VE 模型的3组件。然后提示词我就写的比较宽泛一个女孩正在跳舞。然后最关键的节点就是这个 VACE encode。首先 input frames 我们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这个灰色区域，代表着我们需要重绘的区域，因为我要换背景，对吧？然后呢 mask 用的是它，然后我们的参考图片用的是它。那这样我们常见的这3个输入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3个部分。然后呢，我们进行一个 encode 之后，会得到一个 VACE 的向量，然后进入采样器进行采样。采样的时候呢，我这儿开启了一些辅助的节点，比方说 CFG Zero Star， 比方说我们的 SLG 和我们的 Enhance Value。在采样器里边，大家注意就是 CFG 值呢，我们给到 1.0， 因为我们现在用了什么？用了加速。另外就是如果你的 PyTorch 要大于 2.7 的话呢，这儿可以选成 FP16 Fast， 这样会更快一些。采样完之后进行解码，大家注意人物没有变，但是我们把什么背景给它换了当然由于分辨率的原因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人物呢不是特别的清楚，因为我们缩放之后它的分辨率现在是480乘以832，并不是特别的大，是一个标准的 2.1 的分辨率，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效果呢还是非常漂亮的。用类似的方法呢，我们就可以生成春天的这个场景，刚才的这个夏天的场景，秋天的场景，还有冬天的场景。然后呢，我们用剪辑软件把它切放在一起，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效果，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样。然后在用这个技术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个背景并不是完全给它挪过来。你比方说在冬天的这个时候，那其实我这儿想展现的是雪地的一个场景。然后你注意这儿呢就变了，是吧？变成了这个地板砖的一个形态。所以说呢，它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那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那你就需要在哪儿呢？在我们的这个提示词里边做一个校正。那比方说我们这儿给它写一下，说一个女孩正在梅花树下的雪地里跳舞。那我们再来生成一遍，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情况会得到一定的改善。我会把这个显示的节点给它先禁用掉这样采样速度会更快一些。那大家会发现如果我们对提示词做了修正，那你生成的这个效果呢就会好很多了。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视频处理的手法，但是你要注意这个视频选取呢还是有一定的策略的。像这种视频它的效果就非常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你选的视频不合适，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我这儿还有这样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大家会发现它其实有什么呢？有镜头的移动，能看到吗？就是它的镜头在推进或者拉远。那如果是这种视频在处理的时候呢，可能效果就要差一些。那比方说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可以生成春天的、夏天的、秋天的和冬天的场景，用的技术依然是 Flux Context。然后呢，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生成一下视频。先来看一下春天的这个场景别的手法都一样。那我们先看前81帧这个效果，大家注意在这儿的话呢还好因为镜头的运动呢并不是特别的强烈。然后我们切到夏天，大家注意夏天这个场景你可能就能看出来注意这个地方，对吧？它就比较怪异，是因为镜头在拉远。其实你详细看一下就是有一些地方还是有些扭曲的，比方说这个地方，这是夏天。然后呢，我们再切到秋天的这个场景，这个呢可能就更明显一些大家会发现这个镜头在拉远，这个里边同样有拉远的这种情况，但是你会发现背景呢就稍微有一些变形。所以说呢，虽然 VACE 可以体现出来镜头拉远的这种方式，但是如果你想保证100%的成功率的话呢，尽量呢还是采用镜头稳定的这种原视频，然后进行处理。那这样的效果呢可能会更好一些，或者更有保证一些。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视频的长度。那你注意一下，对于冬天的这个场景，我们先看一下生成的效果，大家看一下其实呢都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呢它目前这个人物的形态呢比较怪，是吧？可能视频处理起来呢也会有一定的误差。另外呢就是这个最后的这一段的视频的长度只有57帧但是如果是57帧，对于 VACE 这样的模型来讲呢，它可能处理起来呢还是有些生涩的。为什么？就是它可能还是对标准的像81帧、49帧、73帧这样的8的倍数加1的这种帧长度表现的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像57
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帧数的话，对于它来讲生成的效果呢就不如原来那么好啊，所以说这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之所以把这种视频生成的方式呢称之为创意视频的生成，那其实还是借用了原视频里边人物流畅的这个动作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把背景给换掉了。其实是整个的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一个策略啊，得的效果呢也是非常棒的。当然，之所以融合度这么高，还是要得益于我们的 Flux Context 它的这个多模态模型的一个优异的表现，对吧？好，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